莫大夫之间是怎么回事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只想好好活着。我不害人，别人也休想害我。 没有莫大夫的命令，这家伙果然是一动不动啊！这里应该是你喜欢的地方，不会有人打扰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师父，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吧。老家伙，到死都不放过我。韩立徒弟，当你见到这封信，意味着老夫输了，你赢了，恭喜你。夺舍一事，实属无奈。 时也，命也。老夫既已身死，便不谈谁对谁不对的大道理，徒增笑耳。至于你所中的魔影手之毒，为是给你留了些解药，足够压制数月了。但想要根治，只有用我家传的暖阳宝玉。韩烈。 莫某一生行事，从不向人解释。成王败寇自有天定。然而我妻女与此事无关，相信你能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张铁去哪儿了吗？可惜这世间再无张铁了。我本不想杀他。 可他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为师只得以他身躯炼制一具无魂无魄之魁，名为铁弩。此人魁心神尽灭，文灵则动，龙血欲灭，人魁可愈。 梦里有梦的碎片，血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。 二愣子该走了。铁娃，俺有笔，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。二愣子，要不你穿吧，你穿好看，你2件换着穿。时过境迁，世间魂魄，一曲终了。以后就叫你
去婚吧。回首已在山巅，遗忘了时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沧海桑田不复从前，光阴也会磨灭世间所有的语言。唯有这思念跨越了千百年，在名为永恒的瞬间。莫大夫还真有不少秘籍，外面世道险恶，我得在离开神手谷之前，多学些法术傍身。长春宫，原来这便是那口诀的名字。怎么只有一半啊？隔空挪物，未知控物术。天眼术，则是一种能够观察人体内法力深厚程度的法术。当初那于子彤就是凭借此术，才能一眼看出我是第6层的吧。不过，其中最难练的，当属这火弹术。此术若能掌握得当，威力也是最为惊人的。81小桥山中，野狼帮居然能打到七玄门了。九魂，我们跑！被你们七玄门压制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！帮门主，你想鱼死网破？小帮主，这七玄门的基业不能毁在我的手上。机关一开，山崩地裂。如若不想鱼死网破，不妨听我一言。帮门主，
你有何打算呢？停下机关再聊。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赵师叔，许愿。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阶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绊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节，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三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心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
子雷无节拜入雪月剑仙门下，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雷无节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节，来，起来。雷无节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雷无节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，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信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呢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3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3城主好大的谋算，不过萧某志不在此。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3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
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经一刀，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镰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萧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三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一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无阻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。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
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，所以才叫他夯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岳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，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述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千洛，放心，3师尊一定不会为难萧瑟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
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两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止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，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
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，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节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节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傅呢？我师傅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傅把他传给了你。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师傅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一日比一日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可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！雷无节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江师弟。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节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！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雷无节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，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快点！
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要，真不要。姑娘，你那两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落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两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两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。就多在屋子里歇歇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又何难？司空千落不是认识她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秋色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了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落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落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纱布剑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
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云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奈何一年相逢，一年离别，难渡一生劫。风花雪月，路过前世今生缘。一段风月，一支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不寿，与谁诉离别？一生所念半生缘，天不老，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你在等我阑珊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贴了2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吧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做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镇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，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。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。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吃桃子。让你吃个屁！剑起！我的重剑怎么了？我就说你是个姑娘吧。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